请问一下各位，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？没错，我相信大家最怕的就是踩到地雷、选到雷片。不过有一种电影呢是相对安全的选择，那就是浪漫喜剧电影，我们也叫它约会电影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呢，就是以冒险寻宝为主题，由山卓·布拉克跟查尼·塔图所一起主演的浪漫喜剧《失落迷城》。如果你要吐槽这部电影呢，我会说你是鸡蛋里挑骨头，太吹毛求疵了。爱情喜剧不是给你去细细品味，也不期望你会在剧情里面找到什么样的人生哲理，只是希望你可以暂时忘掉你的压力，轻轻松松的度过100分钟。失落迷城就是这么简单。那或许你要问，那这样的话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当然有了。不过在开始之前，请大家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当我们有新的影片上线时呢，你就会第一个收到通知哦。失落迷城的剧情非常的简单，山卓·布拉克演的是一个言情小说作家，以异国冒险的内容受到读者的喜爱。不过在她的丈夫过世之后呢，对于写作的热情也慢慢的消失。在一次新书发表会结束之后呢，她居然被一个古怪的富商给绑架了。原因是他书中所写的内容居然真实的存在，因此押着他前往传说中的失落迷城去寻宝。而由查尼·塔图饰演的封面男模呢，为了去营救这个小说家，也一起开启了这趟寻宝之旅。但是若只是因为他是山卓·布拉克主演的，就说他好看，那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。因此呢，我们今天就分几个方向来跟大家说说《失落迷城》好看以及它好笑的地方在哪里。一，看似不合理却又顺理成章的安排。我要说，《失落迷城》有很大的笑点是来自于山卓·布拉克那一套紫色的闪亮紧身衣。那这套衣服是非常有功能的哦，穿着这么闪亮的紧身衣去冒险，自然是不合常理的。但是自从他穿上之后，到丛林冒险的这段期间，他几乎没有换装的机会，那便是我要说的顺理成章。那这套紧身衣穿在山卓身上之后，似乎是有了灵魂，就像是另外一个主角一样。同时，我敢说，这套紧身衣绝对会成为经典。为什么？即便是你忘了这部电影到底在演什么，你都会记得这一件令人行动不便，却跟着主角们翻山越岭去寻宝的紫色紧身衣。第二，光芒万丈却恰如其分的巨星彩蛋。Brad Pitt 在剧情中段出现，其实我并没有太大的期待，但是在《失落迷城》当中，导演让 Brad 的出现是有动机的，是有表现的，甚至是有完整性格的角色。一度也让我以为这将会是3个人的冒险之旅。Brad Pitt 在这段营救戏码的表现真的是太精彩了，不管是他的帅气，不管是他的身手，不管是他无厘头的搞笑，真的是很难让人将视线从他的身上移开。尤其是他领便当的方式呢，更是令人难忘。那至于他是怎么领便当的，我就先不爆雷了，大家到电影院去看就知道。3，查尼·塔图的演技蜕变。一直以来，大家对查尼·塔图的印象，早期就是青春偶像，中期呢可能是动作男星，外形满分，演技也都还可以。但是这几年，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他，会看到他非常努力的在他的电影里面表现出他的演技。最好的例子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近期的另外一部电影，叫做《逍遥上路》，你就可以发现他其实是非常会演戏的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world's sexiest cover model. 回到《失落迷城》，他在影片里面的设定呢，是一个胸大无脑的封面男模，尤其是他是山卓·布拉克不会去欣赏的那种男人类型。例如说，在新书发表会上，他的那种耍帅的样子啊，或者是说在丛林里面被水蛭吸血的时候惊慌失措的娘炮样啊，都很难将最后2个人会擦出爱的火花连接起来。但是他做到了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即便是到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但是我觉得他的骨子里还是那一个无脑的封面男模。这不是贬他哦，而这是我要说，他把这个角色的人设呢，从头到尾贯穿到底，我觉得他是非常棒的。4，颠覆王子拯救公主的八股设定。《
失落迷城表面上还是这样的一个安排，但是查尼塔图一到了丛林里面，却变成了一个软脚虾。山卓布拉克却反而更沉稳的去带领着他去冒险。在过程中，查尼塔图适时的提供想法，让两个人脱离险境。两个人针锋相对，其实我们也看不出来到底是谁强或者是谁弱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，它代表着好莱坞已经对于看待性别这件事情呢，有了相当大的转变，算是很积极的跟上了这个性别平权的时代。你或许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没有讲到珊卓布拉克呢？珊卓布拉克是爱情喜剧女王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她不管是跟哪个男明星演出爱情喜剧，都能够擦出火花，这个我们也都知道。好吧，那我们来说一些大家不知道的珊卓布拉克好了。第一个，珊卓布拉克今年已经58岁了，我觉得她还能够在荧幕上这样不违和的演出爱情喜剧，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，而且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另外，失落迷城的男主角其实本来不是查尼塔图，而是曾经跟珊卓演出过爱情限时签的莱恩雷诺斯。不过我觉得没有找他是对的啦，因为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，其实瑞奇·马丁跟这两个人都有关系哦。查尼塔图曾经演过瑞奇·马丁的 MV， 还有珊卓布拉克就住在瑞奇·马丁家隔壁。I was in She Bang. Bartender with like a face paint Ricky Martin video. Stop! You know he's my neighbor. 不 OK 的电影要吐槽，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之前头期的吐槽大会。但是好看的电影呢，我们也是要让大家知道的。最后，我还是要提出看完这个电影后的一些想法。第一个，丹尼尔·雷格克里夫演坏人的确是蛮适合的。第二，我非常想看蔡依林穿这套紫色紧身衣的样子。